美国军费直奔9000亿美元而去，对中国意味着什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强少。在中美全方位竞争，特别是军事科技竞争的大背景下，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终于就债务上限协议达成共识。让外界大跌眼镜的是，在共和党一再要求缩减开支的背景下，拜登政府提出的2024财年军费上限的请求被通过，预算额度比今年增加了3.3%，高达8860亿美元。而且国会中的许多共和党的鹰派抨击该提议不充分，意思是军费增加跟不上通货膨胀的步伐。该法案还授权将2025财年的美国国防和非国防支出增加1%，这将使得2025财年的美国国防开支总额达到8950亿美元。美国的国防预算真的是大幅度增加了吗？这个存在着疑问。最理想的状态也不过就是2024财年增加0.8%的军费，因为最乐观的平均通货膨胀率至少也要达到2.4%。实际的通胀可能还要高得多。按照美国军队各军兵种转型的需要，这个增加幅度只能证明美国两党在维持军事霸权方面并没有太大的矛盾。美国国防预算包括3个主要部分：人员、战备训练和新武器采购。根据妥协的协议，其人员开支和训练费用的规模保持不变。五角大楼在武器更新方面的计划将持续，包括对核威慑的所有3个方面：洲际导弹、轰炸机、战略核潜艇进行现代化改造。空军将继续对其机队中的每一种飞机进行资产重组。其他军种将继续实施雄心勃勃的投资计划，以改造其武器库。拜登政府2024财年的国防预算需求比前2年的预算高出了1000亿美元，反映了两党需要加强其军事能力，以应对中国挑战的共识。与会者一致认为，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补充请求可能会增加军事支出规模，远远超过2024财年总统要求的水平。生产导弹和弹药的公司可能在短期内不会看到需求下降。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军费直奔9000亿美元而去，对中国意味着什么？首先，维持全球第一军事大国是美国两党共识。中美在未来几年必然会继续展开激烈的军事科技竞争。近年来，美国军队在很多方面出现退势，包括先进的驱逐舰、预警机等等都开始落后了。如果军费规模停滞不前，要想实现装备更新换代就很困难。美国不会甘心在主战装备上落后于中国的现实。中美两国未来几年的高超音速导弹6代机的研发领域，其竞争将会更加激烈。其次，美国各军兵种转型以应对大国战争的方向不会改变，中美将开始武器数量和质量的竞争。虽然美国军费增加的幅度并不理想，但是绝对值很高。而且美国人似乎已经从俄乌冲突中吸取了教训，他们已经认识到导弹和炮弹的产能就是威慑力，这也是中美军事竞争的一个关键部分。最后，美国军费增加的速度后劲不足，证明时间在中国一边。他们现在军费增加的速度明显跑不过通胀的速度。如果再考虑到换装新武器所增加的成本，老旧装备的维护成本也在不断的上升，以及美国人力成本的增加，这都预示着美国要想赢得对华军事竞赛将会比较困难。别看美国的军费有将近9000亿美元，考虑到美军的全球部署，实际购买力的严重下降，这将近9000亿美元的钱并不够用。总体而言，美国军费的增加证明了美国政客的决心，但是也反映出了美国军费增加的上限。基于美国财政赤字的规模，美国军费增长的天花板几乎就到了。9000亿美元的美国军费不一定比2400亿美元的中国军费耐花，而中国军费增加的潜力还非常大。这也预示着中美军事竞争的大趋势有利于中国。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解决台湾问题不需要太急，因为时间在中国一边。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